一旦有了带头者，那么便有者数道跟班身影也掠往那处。而此时这处界域的一座高峰上，萧炎、灵动、沐尘则是站在其上。他们三人望着这里的地势，然后锁定了一个地方，三道身影再度消失在原地。而后专竹大尊以及武神子霄等大尊则是出现了界域的最中心地域。三人抬头凝视着这座巨大无比的山峰，虽然表面非常的平静，但是他们都是知晓这一座山峰可不是普通的山峰，这是一座神灵峰。神灵峰乃是可以诞生天地间一些奇物或者是神灵之物的一座神圣之峰，也是这星天最核心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这里是星天诞生之时最早孕育出来的地方，所以这里有着诸多的至宝之物，甚至还能有着一些神器。如果真的找到这些奇珍异宝，那么就会给自身带来更强的力量。所以这座神灵峰散发出来的元气都是非常古老的存在。当然除了原始的元气之外，众大尊也是微微的感觉到，在这座山峰的顶部，也就是云霄之上，还有着比古老元气更高级的本源，那就是神元之气。这也是众多大尊来这星天中的重要目的。他们的实力已经达到准神境，所以需要更高级的本源来修炼自身的修为。而这个修为不是有充足的元气就行，他们所要修炼的是神元之气，也就是一位真正的神奇需要修炼的主要本源。不然就算吸收再多的古来元气，也只是元气而已。就好比元气是水，再怎么给汽车加满也无法使汽车启动，而神元之气好比是汽油，不用给汽车加满也能使得汽车启动起来。这就是元气与神元之气的差别，它们两者之间是一个质的改变，也就是这个改变使得两者之间的差距非常之大，完全不是同一类的东西。武神、子霄，看来我们要的神元之气就是这座神灵峰之上了。专竹大尊确定了目标之后，对着身后的二人说道：看来你也早就发现了，这新天中的神元之气竟然比整个天元界中全部加起来还要浓郁几分。武神缓缓开口，目光瞭望着高耸入云的山峰之巅。要是神元之气不够浓郁的话，咱们的天元界也不算是神纪元世界了。紫霄大尊一脸淡然，对于新天中神元之气的浓郁也是意料之中。我们走吧。专竹大尊一笑，看着二人那你一句我一句的对话感到有趣。随后他们三人的身影微微一动，便是化作三道疾风，开始朝着神灵峰之巅暴掠而去。哇！你们看那专竹大尊和武神大尊以及紫霄大尊直接往神灵峰之巅而去了。他们三位大人可都是天元界的顶级强者，他们既然去了那里，我们就不要掺和了，不然我们可连汤都喝不到了。虽然很羡慕这些大尊级别的人物，有着足够的实力可以获得更高级的东西，但是他们的实力还远远达不到准神境，所以就算得到更高级的东西也不会适合自己。所以想要成为他们这些大尊一样强大的话，就必须一步一个脚印的慢慢朝着神之道路靠近，而不是想着一夜就去突破这等高境界。而另一边，三道身影在地形复杂的区域开始急速的闪现，原本还在这里的身影，下一秒就出现了另一处地域。其中一道身穿金袍青年说道：萧炎兄，到了吗？而一旁的黑袍青年则是淡淡一笑道：沐尘，马上就到了，我的灵魂力量已经感觉到前方有一处古老元气最为浓郁的地方，那里对你的原始法身力量更是有着极大的帮助，不知能否激发你真正原始法身的力量。沐尘听到萧炎这么一说，嘴角微微出现了一个幅度。在进入星天之中1个月的时间里，自己也对5座原始法身的力量修炼到了极致的状态，但是说想要激发出原始法身真正的力量，还是没有任何的眉目。在三道身影急速的穿梭闪现之下，很快便是来打了这处地狱的隐秘之处。萧炎三人出现在高处之地，俯视着下方密密麻麻的树木花草以及庞大的峡谷。这庞大峡谷的最底部竟然有着一道散发出极为古老元气的古元池，要是一般人还真的找不到，这里竟然还隐藏着这么一道由古老元气沉淀出来的古元池。古元池就是由古老元气达到一个高密度的时候，就会沉淀出元气水，而经过很久时间的累积，这些元气水就会形成一道古元池。沐尘森森地呼吸了这里的一口空气，脸上便是出现了非常舒适的红润脸颊，而且很明显的感觉到体内的5座原始法身有出现了暴动的状态。这也是沐尘第一次见到原始法身似乎有了自己的意识一般，想要脱离自己身体的束缚。萧炎和灵动二人目光凝视峡谷最底部的那不是很大的古元池，首次感觉到就算是他们再怎么压制自身体内的世界之气，在这里也无法彻底的控制，因为他们要突破晋升最强主宰。萧兄，看来我们只能在这里晋级境界了。灵动体内世界之气的疯狂涌动之下，就算他再不想晋级都无法控制。原本他们二人就已经有着突破最强主宰的资质，但是他们之前还不想突破晋级，如今到了此处，仅仅是由古元池所散发出来的古老元气，就已经让的萧炎灵动开始有着突破的迹象。那么东西进入古元池之中，那么到时候晋级境界将会达到什么样的层次？虽然这里的地域非常的隐蔽，可是不乏有一些顶级强者会发现此处的古老元气的精纯，所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既然他们已经发现此处有古元池，那么就不能再浪费多余的时间，必定弱肉强食无处不在。虽然他们三人很强，可是比他们强的强者也有很多。这里可是进入神纪元的天元界。三道身影直接朝着峡谷最底部暴掠而去，没有丝毫的停顿。不到一会儿的功夫，直接落进了古元池中。瞬间，古元池溅出了元气水花，并且一道道涟漪水波开始朝着四周荡漾而去。带着萧炎三人进入古元池，第一时间便是感觉到这池中的古老元气开始渗入他们的毛孔之中，而且以极快的速度进入他们的血液骨骼中。
让得萧炎三人体内的世界之气更是如同巨浪一般的奔涌而起。丹田之处形成了巨大的漩涡黑洞，将这里的古老元气急速地吸纳着漩涡中。虽然是元气水，但是进入漩涡中的并不是液体，而是在触碰到漩涡黑洞的时候，这些元气水很快就会被蒸发，变成非常精纯的元气，进入他们的丹田之处而出，流淌于他们的全身上下。有了这一道古元池，让他们直接连突破2个小境界也不是什么问题。这古元池中的元气竟然如此精纯，而且足够我们3人晋升最强主宰了。萧炎此时体内的漩涡转得越来越快，不出3天时间即可成功晋级，心中惊讶不已。看来此前在万火神域不突破最强主宰是对的，如果那个时候突破的话，也仅仅只能晋升最强主宰初期。如今吸收古元池中的精纯元气，可以突破最强主宰中期，这2者之间的差距可是非常巨大的。心里暗自欣喜，然后闭上双眼，开始全力的去冲刺最强主宰。见到萧炎开始静心吸收元气，灵动也没有浪费时间，将吞噬祖符召唤而出，形成一个巨大的黑头自己的面前，更是比超快的速度将古元池中的精纯元气吞噬其中，然后通过吞噬祖符将其蒸发成元气，疯狂的涌入灵动的体内。这种恐怖至极的操作令得沐尘微微一惊，林动兄的吞噬祖符还真是一个好东西，竟然还能这样变态的操作。最后看到萧炎和灵动2人开始疯狂吸收这里的元气后，沐尘也对元始法身的修炼5座元始法身出。随着沐尘的话音落下，5道金光射出，直接射入古元池之中。原本元始法身个个都是有者万丈高大，不过这古元池可没有那么大的面积，都无法容纳一个元始法身的万丈身躯，更何况是5座元始法身。所以沐尘便将5座元始法身的身躯压缩至1丈左右的高度。万古不朽身、无尽光明体、荒神体、夜神骨体、太灵圣体，5座元始法身虽然被压缩至1丈高度，但是其中所散发出来的原始能量足以令寻常的最强主宰都感到一股心悸之感。而且似乎这些原始法身进入古元池之后，他们身上的原始之力变得更加的强横起来，都不需要沐尘去控制。这5座元始法身竟然自行散发出可怕的原始力量，将这里的元气吸收入体，这种场景十分的诡异与神秘。沐尘也是第一次见到元始法身这等情况，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元始法身对古老的元气那么有共鸣感？沐尘望着5座元始法身的身躯，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在随着元始法身不断地吸收这里古老元气的时候，身躯上的金光变得更加浓郁起来。沐尘也不想去猜测了，如果能够对自己有帮助，提升更强的力量，那么就让5座元始法身也给自己好好的淬炼吧。旋即，沐尘也找了一处地方，催动着体内的世界之力，在丹田之处同样浮现出黑色的漩涡，疯狂地将这里的元气吸入体内。如今萧炎、灵动、沐尘3人，只有萧炎、灵动2人有着突破的迹象，而沐尘虽然也是大主宰巅峰，但是距离他们2人还是有一段距离。这就是主宰境。主宰境之中，虽然每一个小境界之中有划分初期、中期、后期、巅峰，但是在同等境界来说，依旧有者相差。虽然相差不多，不过对于主宰强者来说，有时候过招就输在相差不多的1分1毫上。之前萧炎有着万火神域的火神本源碎裂肉体，如今的肉体已经堪比寻常的最强主宰，而且火神本源部分能量对于萧炎的世界之力也有着不少的提升。灵动这边则是有着时间辅佐的吸收炼化，同样可以冲击最强主宰，所以唯有沐尘这一次靠着古元池中的精纯元气才能突破。在萧炎、灵动、沐尘3人在这非常隐秘中开始突破最强主宰的同时，神灵峰之巅却是发生了异样。神灵峰伫立云霄之上，而众强者进去这云层之后，便是发现在这之上竟然没有路了，就是神灵峰之巅只到了云层水平位置，在其上便是没有任何去路。难道这神灵峰就只有那么高？这也不对吧，就算是神灵峰只有那么高的话，那么他们刚才感应到的神元之气怎么就消失不见了？按照感应神元之气，就是在这云层之上的神灵峰之巅所散发出来的。可此时为什么这里除了只有厚厚的云雾之外，并没有所谓的神元之气？而且按照正常的逻辑，这神灵峰应该不止这么高才对。太奇怪了。专诸大尊一脸疑惑的喃喃道。不仅是专诸大尊发什么这里的异常，武神大尊和紫霄大尊同样是一脸好奇，在这座神灵峰的顶端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确实很奇怪，你们看这处神灵峰地面非常的平整光滑，看样子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某种力量所造成的。武神大尊观察了四周的情况后，分析道。见到武神的述说，专诸大尊和紫霄大尊2人微微的点头。确实这处山峰之巅太过平整了，要是自然形成的话，根本就不是如此。那么武神，你觉得是谁有着这等可怕的力量，将一处如此巨大的神灵峰都给破坏得如此干净利落？专诸大尊心想，能够将一座神灵峰破坏成这样子，那股力量早已超越了圣者境。我想只有序列神的力量才能将神灵峰破坏。他们都知道，神灵峰可是诞生孕育一些神灵之物的神圣存在，就算是3连圣者境巅峰或者是准神境的强者，都是无法将其破坏。序列什么？天元界之中纳入神列的也就只有12位，元尊、夭夭，还有就是当年的6尊之神遗迹归墟神殿的那4大古尊了。除了这8位，难道说天元界之中还有第13位的序列神诞生？紫霄大尊说到这里，同样被自己的话都给震惊了。序列神，紫霄大尊说的也不无道理，这也是唯一一个能够说得通的理由。
但是不可能有第13位序列神诞生才对。只要有序列神的诞生，归墟神殿中的序列神榜就会出现第13序列神之名。可是在这序列神榜中可没有这第13位的序列神之名，依旧只有12个名字。就在几位大尊在疑惑猜测的时候，天元界的归墟神殿中，一处大殿中有着一道投射画面，而这个画面正是新天中神灵峰之殿。专主、武神、子霄三人的画面都是出现在这画面中。大殿中有着4道身影，这4道身影的气息非常强大，个个的气息都超越了大尊级别，而他们就是归墟神殿中的执掌者4大古尊。如今可以叫他们4大古神，因为他们已经从曾经3连圣者进巅峰晋升，纳入神列当中，成为真正的一方神奇，第3序列神之位。最初归墟神殿的创始人是由金罗古神、地龙古神、赤鸡古神3人创建，后来苍渊古神才加入其中，如今正是4位。而这4位古神乃是天元界之中的最强力量，他们的感知力自然比起大尊级别的强者更是高上一筹。此时这4大古神的目光凝视前方的画面中，大殿中的气氛安静的可怕，甚至能够听到彼此的心跳声。苍渊，此事你怎么看？4大古神中的金罗古神问道，而这位正是天渊域的创始人，他一身黑衣，眼目之中充满着一种无法言语的沧桑，仿佛历经无尽岁月。依我看，这神灵峰确实存在着异常，能够将其破坏如此完整，只有序列神才能够做到。只是这第13位序列神会是谁，我也没有一点眉目啊。苍渊眉头微微紧皱，同样是想不明白。地龙、赤鸡，你们2人呢？金罗的目光则是移向2人，但是地龙古神和赤鸡古神也没有想明白其中的思绪答案，摇了摇头。见到3位古神也不知道其中的答案，金罗作为年纪最高的经验者来说，他心中或许有一些答案碎片，只是需要将这些答案碎片连接起来。金罗的目光再度看向画面中，旋即缓缓开口：你们应该知晓，此前李纯君和楚清说过，他们在新天附近感应到一丝邪魔之气。金罗这话一出，其他3位古神的面色微微一变。你们有没有发现，从李纯君和楚清所说的邪魔气息与数万年前的圣族之神有所相似？金罗的话出之际，震惊了眼前3位古神，其中苍渊古神带着惊骇之色，似乎被金罗的这一句话点醒。你的意思是说，这神灵峰的异常与圣族之神有关系？圣神不是当年就被元尊花了10年的时间给抹杀了吗？不仅是苍渊这么认为，就连地龙和赤鸡同样有着与前者一样的想法。他们可是亲眼见到圣神的意志彻底的被抹杀。见到3人的反应，金罗也是露出凝重之色。这也是如今首次让归墟神殿中的4大古神都遇到了极为费脑的事情，同时也是最棘手的事情。圣族的那位圣神当年可是差点将其他5天彻底的毁灭啊！那等力量，就算是联合5天最强的力量都无法匹敌第2序列神巅峰，甚至半步已经踏入第1序列之位。那种存在，如今就算是天元界的12位神奇一起出手，都很难对抗第2神力量。虽然没有第1神力量强大，可是那种力量依旧是毁灭性的存在。这些都是神奇的神之力量。我也想不通啊，但是根据他们的诉说，的确与圣神的很相似，但是具体是不是圣神却不得而知了。不过后面我们也让9天所有的各大势力都派出强者去探查，依旧没有任何的结果，不知道这种结果是好还是坏。金罗大尊无奈地摇摇头，如果说邪魔之气不存在的话，那也说不过去了，因为神灵峰的异常也足以证明了这一切并不是假的。能够将神灵峰最重要的一部分破坏，只有序列神之力。金罗，你说与圣神气息很相似，那么该不会是……地龙这时候似乎想起了那数万年前圣神所留的那位2代圣神，但是这2代圣神不是已经被那3位来自第3等级千元界的守护者击败了吗？这个事情我也不太想得明白，其中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恐怕在天元界中已经有着邪魔之人的渗入，只是他们潜藏得非常隐匿，就算是我们也无法感应到他们的存在。金罗古神说着，表情逐渐凝重起来，因为连他们都无法感知到这些邪魔之人存在的话，就足以表明这些东西的实力非常之强大。或许他们真正在等待一个时机。通知下去，让9天各大势力注意极强戒备，如有发现异样，立马汇报，立即召集祖韬之神、吞噬之神、剑神、青神商议重大事宜。金罗古神知晓此事的严重性，立马将天元界最强巅峰的力量都是聚集归墟神殿。对于这件事情已经关系到天元界的危机，所以这些归墟神殿的高层人物必须所处相对应的措施，防止到时候邪魔之人的大规模肆虐。而后神殿中的画面又已转变成萧炎、灵动木尘3人在古元池中修炼的场景。4大古神望者这一幕，赤鸡开口说道：这3人就是击败2代圣神的大界守护者，没想到能够找到这么隐秘的古元池，果然不简单啊。这3位所修炼的方式都是不一样，一个修火焰之道，一个修祖符之道，一个则是修法身之道。地龙摸了摸自己下巴的胡须，双眼微眯道，似乎对他们有着一丝兴趣。确实有些让人吃惊啊，这第3等级世界竟然出现了这么3位绝世天赋之人，看来那世界的气运真是不错啊。苍渊作为周元的师傅，竟然对萧炎、灵动木尘3人有着如此的赞赏。金罗古神也是点点头，这3位刚来天元界都已经收到这些第3神的认可。也不知道
这3人将会在新天这种刚诞生的世界中有着怎么样的突破？让我们这几位老朽拭目以待吧。几道声音在神殿中响起。古元池、萧炎、灵动木尘3人在这里也花费了半月的时间了，散发出来的元气也没有了之前那么精纯。看来他们3人已经将古元池中的元气已经大部分的吸收殆尽了。但是萧炎体内的气息依旧在大主宰巅峰，可其中的那股即将爆发的能量足以将新天世界彻底的毁灭。萧炎双目微闭的灵动也是如此，体内的漩涡也开始逐渐的变小，将最后的元气吸入其中，直至漩涡彻底消失之后，萧炎灵动体内的那一股可怕的能量堆积在丹田之处，就差一个爆发。只要将这股能量爆发出来，那么就会成功晋级突破最强主宰层次。灵兄，看来差不多了，是时候突破了。萧炎用灵魂力量传音给灵动，后者的耳朵微微一动，似是听到了萧炎所说，立马催动丹田处的那一团密度极高的能量源。萧兄，一起突破吧！旋即话一落下后，2人原本微闭的眼睛瞬间睁开，一道金光散发而出，体内的那股能量源随着他们的催动之下，直接在丹田处爆炸开来。一股可怕至极的能量开始冲击着他们的全身上下，犹如是水闸门瞬间被打开后的那种急流而下的感觉。强大的能量开始在他们体内不断的冲击，不管是肉体还是血液以及骨骼都发生了一丝之变。这种变化是变得更强的象征。恐怖的气息开始急速的提升，四周空间的气流都开始变得激烈波动起来。峡谷之中的鸟儿都叽叽喳喳的逃离这处区域，因为萧炎和灵动正在冲击主宰境的最后一个小境界。这股力量实在是太过强大了。随着能量的不断释放而出，天地间都是风起云涌，2股大主宰巅峰的气息迎来了一个全新的突破。最强主宰，2道能量冲破那个桎梏的声音在萧炎灵动体内响起，他们的境界终于达到最强主宰层次。这个层次的境界可以说在第3等级或者第4等级的世界都是属于超级强者的行列。他们2个终于突破到最强主宰了。远处的牧尘见到萧炎和灵动此时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和之前完完全全都2个不一样的层次。没有想到最强主宰的气息竟然可以恐怖到这种程度，简直可以拥有第3等级一个大界的力量了。虽然萧炎灵动突破了境界，但是牧尘也不落后，因为他的5座原始法身也经过半个月的淬炼之后，这些原始法身的力量竟然变得更加可怕了。所以在这里想着，原始法身是不是需要一些极为古老的元气来淬炼，可以提高激发原始法身的真正力量。既然萧炎兄和灵动兄都已经突破，那么我牧尘自然不会落下。随后牧尘的双手结印，一道可怕的世界之力涌入5座原始法身上5合1， 5道金瞬间迸发而出，照亮了这片大峡谷的深处。然后一道巨大的光柱冲天起，射入云层之上，远远看去犹如是天地的连接巨柱一般。而这等巨大的声势也令周围附近的天元界强者发现，个个目光投来。那是什么？那股力量竟然如此的原始，比我们元气还要久远的力量。不仅仅是一道，在那身旁还有2道极为可怕的力量还在不断的飙升。究竟是什么人？众强者开始猜测，因为他们看到那耀眼的光柱冲天起，在那区域的下方究竟有什么人？而且这些力量散发出来的波动可是堪比圣者境的层次。一些元婴境以及法域境的强者面面相觑，这个巨大的动静引起了诸多强者的关注。外面的动静对于正在突破的萧炎、灵动、牧尘3人来说可都是一无所知。萧炎身上的力量不断的飙升，根本就没有停止的迹象，身上的绚丽火焰变得更加恐怖，正在熊熊燃烧。灵动周身的祖符力量也将其身躯包裹而下，不同的9种属性力量也在为其主提供源源不绝的能量，这样可以帮助修炼者提升实力的速度更加快。最强主宰初期的气息已经饱和状态，正准备冲击中期。看来萧炎和灵动真的要突破2个小境界，从大主宰巅峰突破最强主宰初期，而且这还满足不了要他们最强的速度。想要在这突破之际同时突破最强主宰中期，如果被其他强者知晓的话，那么足以让得他们震惊失色。要知道越往后的境界修为精进较慢，所以有一些强者从最强主宰出去突破中期都需要花费数几十年的时间。可是萧炎和灵动2人竟然能够在这晋升突破之际直接达到了最强主宰中期，何止不会让人震惊，足以会让的天元界中的那些天之骄子都黯然之色。最强主宰中期的强大气息开始慢慢的从萧炎和灵动2人的体内渐渐的散发而出，真的可以突破至中期阶段。没想到体内的那能量球中已经酝酿了如此多的元气，萧炎暗自欣喜。之前按照坟老所说，自己那时候选择不突破，还真的能够在新天中突破到最强主宰中期。又是2道熟悉的声音，修炼者在突破境界的时候，每当响起这道轰轰声的时候，就是自己晋级成功之时。一股比之前更强大更恐怖的气息威压朝着峡谷四周散去，空间都被这股气息影响，一道道涟漪的能量波纹荡漾在其中。在最后的一刻，他们丹田处的能量球也彻底的消失殆尽，其中的能量刚好可以让萧炎、灵动2人彻底的突破至最强主宰中期层次。如果现在他们2人无论其中任何一人都可以单挑与幽阴主对抗，甚至不败，2人吐出了一口气，此时身躯都变得更加强悍，体内的世界之力的密度都开始越来越高。后期将世界之力的密度达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就是有者迈入神指境的资质了。这就是最强主宰的力量，比起大主宰不知强大了多少倍啊！灵动微微感受着体内中那涌来涌去的世界之力，此时用这股世界之力轰出的话，
就算是同境界的对手也得重伤。哈哈，看来这一次来到天元界果然没有错。等级越高的世界中所蕴含的能量就是丰富啊！萧炎也为自己突破至最强主宰中期的实力，脸上挂着开心的笑容。在两人兴奋了一会儿后，他们的目光投射到那巨大的光柱之上，光柱中有着一座5丈高大的原始法身。看来沐尘压缩了法身身躯，不然每一座法身都有万丈高大。他们二人对于这道原始法身同样极为的熟悉，因为这道原始法身对于目前来说是最强大的法身——太初世界体。此时，沐尘的身影已经没入太初世界体的眉心处，他双手摊开，可以感受到太初世界体中的那股非常原始的力量，同样在充斥着沐尘的身躯。令得沐尘都非常震惊的是，这次的太初世界体竟然比起以往的时候更加的强大。那股原始力量在冲击他身躯的时候，都能让他的心跳都加快了一些。我似是有些明白了，看来原始法身需要古老精纯的元气淬炼，能够激发法身的真正力量。虽然这一次的淬炼能够让原始法身之力觉醒了一丝，但是距离真正的原始法身力量还差很多。萧炎兄和林动兄已经完成晋级了，那么我也开始吧。沐尘说完，将太初世界体中的强大能量全部吸进自己的体内。原始法身本就是和沐尘同化，所以刚刚5座原始法身已经得到了古老精纯元气的淬炼，那么久，如同自己也得到了淬炼。这种叠加后提升修为的速度非常之快，这与当年萧炎在吸收炼化不朽大帝传承的时候如出一辙，相当于在原本的速度上加快了5倍之多，自然在晋级突破的速度上比萧炎和灵动更加快。望着太初世界体上的能量飞一般的速度进入沐尘的体内，令得萧炎和灵动二人都是暗自咂舌。哈哈，有意思，这晋级突破的速度恐怕也只有沐尘能够办到了。萧炎洒然一笑，一旁的灵动也是露出一丝笑容。没想到这沐尘竟然用出这种方式来快速提升实力。不出一会儿的时间，太初世界体中的那股原始力量也渐渐的变得稀少，最后那一丝原始力量也被沐尘吸收而尽后的瞬间，睁开一双金眸，一道来自古老的光芒射出，将刚刚吸收体内的原始力量彻底的冲击，蔓延至全身血液骨骼中。随着一道沉闷之声响起，沐尘周身的力量竟然变得异常的强大，一股凌驾于天地间的最强力量自体内缓缓散发。紧接着，这一道可怕力量的气息出现，萧炎、灵动二人嘴角露出一抹幅度，看来沐尘也晋升突破最强主宰了。